亲子间的妥协与共赢策略，你有没有发现，亲子冲突常常进入一个死胡同？父母觉得自己是为了孩子好，孩子却认为父母只是在限制自由。双方都不退让，结果就是冷战或爆发激烈的争吵。其实冲突不需要非黑即白，妥协并不是示弱，而是让双方找到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实现共赢。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如何在亲子关系中透过妥协打造双方都能满意的结果。周五晚上是家庭电影夜，全家人围在客厅准备看电影。15岁的世杰兴高采烈地打开串流平台，选了一部最新的动作片，但妈妈一看，眉头皱了起来。这么暴力的电影怎么适合全家一起看啊？世杰不服气，这是今年最火热的片子，同学都看过了。爸爸插嘴，那不如看点温馨的，比如那部纪录片《可爱的北极熊》。什么北极熊？我宁愿去写数学作业。世杰一脸嫌弃，家里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妈妈不高兴，世杰也一肚子火。爸爸叹气，想说算了，还是各看各的好了。就在这时，姐姐悠悠地走进来，端着爆米花说，我有个提议耶，为什么不一起选一部大家都能接受的？姐姐拿出手机，打开了一个电影投票小程序，列出几部选项：一、世杰推荐的动作片；二、妈妈喜欢的温馨剧情片；三、一部经典冒险动画片。全家开始投票，结果出乎意料，经典冒险动画片获得最多票数，因为这既有紧张刺激的情节，又适合全家观赏，世杰勉强同意啦。虽然不是我最想看的，但也不错。妈妈则笑着说，看完后我们还可以讨论角色的成长哦。这场电影之夜从原本的僵局变成了全家共享的快乐时光，也让世杰明白，妥协并不代表放弃，而是找到更好的选择。妥协与共赢的3大原则：一、目标一致，但方法可以不同。亲子间往往有共同的目标，但执行方法不一致。例如，世杰和妈妈都希望电影夜是欢乐的，但一开始只看到各自的喜好，忽略了全家的感受。妥协的关键在于找到共同目标，并思考不同的达成方法。二、尊重对方的意见。妥协不是单方面的让步，而是彼此都感到被尊重。世杰愿意接受冒险动画片，是因为全家都参与了选择，而不是被强迫接受。三、创造双赢局面。最好的妥协是让双方都能得到部分满足，这需要创意和灵活性。例如，用投票来解决争端，或者将一件事分成不同阶段完成，既顾及父母的需求，也满足孩子的期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妥协与共赢呢？
一、问有没有第三种方法。当亲子间因选择 A 或 B 争执不下时，问问看有没有 C 选项。有时候双方都没有想到的选项，可能正是最好的答案。二、尝试小步实验。如果双方对结果不确定，可以尝试用小步实验的方式，例如世杰如果真的想看动作片，可以先说我们看10分钟，如果觉得不合适就换一部。这种方式既保留了灵活性，也减少了争吵。三、建立妥协银行。家人可以互相建立妥协银行，也就是记录彼此的让步和妥协。例如，这次听你的，下次我们再试我的。这样可以减少总是你说了算的感觉，增加关系中的公平感。实作练习，亲子妥协清单。步骤一，列出最近的一次冲突，回想一次争吵，写下双方的观点和立场。步骤二，思考共同目标，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共同想达成的事情？例如，都希望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步骤三，提出2到3个妥协方案，想想是否有中间的选择。例如，早上跟父母去爬山，下午我自己安排时间。步骤四，与父母讨论，找到双赢的方案。记得沟通时保持尊重和耐心，提出方案后寻求双方的意见。结语，妥协是爱的表现。妥协不代表输，而是双方用爱与智慧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亲子间学会用妥协和共赢的策略处理冲突，家庭就成为了一个充满支持与理解的港湾。问问自己，一、最近的一次争执有没有可能用妥协解决？二、我是否愿意聆听对方的意见，寻找共同目标？三、如果下次再有冲突，我能否尝试用新的方式解决？妥协不只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智慧，让我们一起练习吧。